咁又係上年9月尾嘅時候，Watch Catalog 同大家介紹咗一個日本新進嘅牌子，嚟自東京淺草嘅 Kiwame Tokyo。Kiwame 其實係日文嚟嘅，解作極啦，有極致同埋終極嘅意思。咁個牌子第一 round 嘅個手錶呢，我會形容就係有啲初試牛刀嘅作品咁啦，個款式就偏向於簡約嘅路線。咁啊，中意唔中意呢就好主觀嘅。咁但客觀嘅事實就係呢，第一波呢個手錶呢，其實都已經極速咁賣晒噶啦。再睇翻我影片後台嘅啲數據，都算係幾唔錯，有好多香港以外嘅一啲觀眾，以及都增加咗唔少嘅訂閱，證明都確實係有唔少錶迷支持佢哋嘅。咁不過今集呢，就集中呢一隻第二代手錶為主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呢個牌子嘅故事呢，就可以睇翻第一集介紹嘅。其實都係事隔咗3個月到嘅啫，已經佢哋推出第二 round 嘅手錶。咁啊，第一輪發售呢，就喺2025年聖誕節嘅嗰一日啊。咁啊，當時呢，其實佢哋即係1分鐘60秒已經賣晒全部嘅錶啦，反而令到牌子有少少預料唔到啊。因為反而呢一代新一代呢，就唔係一個限量版嚟嘅，咁所以都算係非常之強勁。咁啊，機緣巧合之下呢，又有機會牌子嗰邊呢 send 咗隻錶俾我過嚟呢度，希望嚟自港澳地區嘅 Watch Catalog 可以介紹一下佢哋啦。因為有興趣嘅錶迷都唔使擔心啦。我之所以會拍片，咁當然代表之後係可以買得到噶啦。咁點樣去購買呢？咩時候去購買呢？記得留意去到最後呢，就會交代噶啦。我諗只要你夠專心留意呢嗰啲細節呢，應該就唔難買得到嘅。今日呢款手錶已經去到我手上面啦，最新一代叫做 Iwao 啦，有冇讀錯日文呢？ Iwao 咁樣。呢個漢字我都唔肯定呢個漢字點樣讀添。咁我翻查下資料呢，其實就有好多個意思嘅，主要解作強勁嘅石頭啊、岩石咁樣啦。但係同時我可以形容好 tough 啊、好堅強咁嘅意思。咁啊，一直亦都貫徹翻呢個牌子好日本嘅呢個精神。好多日本嘅牌子咧都好中意講一啲故事，可能呢個就係我哋玩錶中意將手錶加入一啲意念啦。咁啊，等大家玩錶都唔會太過單調。咁啊，如果太過用一個 spec 去衡量一隻錶，咁樣玩我諗都唔會玩得盡興啦。即係感覺上又太過斤斤計較咁樣。咁啊，講翻呢隻錶先。Overall 俾我嘅一個感覺，無論新一輪嘅呢個包裝裏邊跟嘅一啲保養卡、一啲抹布啦，再加上手錶嘅 first impression 啦，容許我誠實咁講一句呢，就真係比上一代呢細緻得多，更加之成熟。好難想像呢前後呢度呢，只係相差3個月嘅時間嘅。我收到手錶嘅時候呢，都絕對有呢個感覺。咁啊，睇翻手錶嘅本體，如果第一眼呢，你認出呢個錶殼嘅話呢，基本上同上一代呢係一模一樣嘅。咁都唔難理解啲小型嘅錶廠嘅成本嘅考量。同一個殼型咧都有助控制呢個成本。咁啊，反正個錶殼嘅設計本身都唔錯啦，細心啲睇個層次感其實都唔錯。結合咗拉絲啊、拋光個 bezel 咧都已經有3段嘅呢個切割添嘅。咁今代咧其實就主要集中喺錶盤 dial 上面嘅一個進化啦。本身咧其實就有黑色同埋銀色嘅，暫時我得銀色呢個版本嘅，我諗牌子都冇晒黑色添。第一眼嘅感覺呢，都唔難發現比上一代更加之細緻、更加之精緻，更加多嘅 details。上一代就比較偏向於一個 feel 嘅 watch 啦，第二代就更加斯文正裝，有啲類似 JLC 啊、VC 嘅嗰種斯文嘅味道，但又同 Breguet 嘅嗰種斯文嘅感覺呢，有好似完全唔同。個 dial 有一個對比嘅層次，中間就有一個粗獷類似石紋啦，回應翻呢個系列嘅名啦，嗰個 Iwao 啦。再出一層呢，就係一個牌子嘅一個叫做 satin finish 啦。我成日都唔明 satin 呢個字究竟點樣演繹咧，類似一個半光澤嘅感覺啦。牌子形容呢一個係一個粗獷同埋清幽同時存在嘅呢個意思。另外又有我最中意嘅 Apply Indices， 有3、6、9、12同埋8個時標嘅。咁以 Michael Brand 嚟講，我就覺得都幾有誠意噶啦。咁啊 logo 都幾有心思，有一塊金屬嘅牌，做一個 base 跟翻呢個圓圈添。個指針一樣保留翻一個寺廟嘅造型啦，同上一代一樣，符合翻牌子嚟自於淺草
嘅發源地。銀面嘅版本一樣有一個燒藍嘅指針，而黑面呢就有一個銀色嘅針，不過針頭呢就有一個紅色嘅點綴，各有各味道啦。內圈呢度呢，你會見到有一個打斜45度嘅刻度啦，連接標圈嘅嗰個位呢，再有一小級，其實都幾細緻添，呢幾細膩。喺呢度我亦都放下一啲官方嘅高清圖啦。咁呢度你見到其實成個標盤個做工呢都真係成熟咗好多。上一代呢確實有啲標迷呢就略嫌未有太過表現出極致嘅嗰個感覺。咁今代嘅話呢，我又覺得好咗好多嘅，可能又需要嗰一班標迷再次 comment 一下啦。另外值得留意嘅就係嗰個標面個藍寶石個玻璃呢，同佢個標盤呢就做得好近好近。咁視覺上我呢度呢覺得絕對係一個加分嘅地方嚟嘅。咁個標殼當然就一樣係38mm 9.5mm 厚啦。Miyota 9039比較高階嘅一個機芯，標底呢都係呢個極致嘅呢個 engraving 啦。咁啊上一代我應該都 comment 過噶啦。Miyota 嘅機芯呢，其實就反正就冇咩特別嘢好睇嘅，唔透底其實都係一個正路嘅做法。不過我覺得呢，就可以落啲功夫去雕刻一個比較可以 wow 到大家嘅一個底蓋咯，反正都係共用嘅啫。呢個底蓋理應呢就應該值得投資一啲錢去呢一個地方度嘅。嗱，標帶我都覺得係有少少普通嘅，不過呢啲呢自己換咗佢呢，其實都好簡單嘅啫。但係標扣呢就記得保留翻，因為一個寺廟嘅形態都有啲心思。上一集我應該都有提及到，就係有一個位值得提一提，就係呢個標殼呢冇一個上鎖嘅框，但係依然可以做到100米嘅防水，絕對係一個加分位嚟嘅。我自己咧就唔係好中意一個上鎖嘅框嘅，因為每次校時間呢都確實係有啲麻煩嘅。黑色同銀色呢，我自己就應該會揀銀色啦，感覺上好似高貴一啲。黑色嘅話呢，就可能比較保守一啲啦。大家又點樣揀呢？上一隻大家嘅反應都係好一半一半。咁不如講下點樣買啦。嗱，價錢方面，正如我嘅介紹啦，多咗咁多嘅細節。上一代咧都賣650蚊美金喎，咁啊今代兩個標面呢，價錢一樣都係美金690蚊嘅啫，折合港幣大約5300零蚊啦。嗱，同樣地，價錢嘅高低呢係主觀嘅。咁玩得 Micro Brand 呢，就預咗係呢啲價位噶啦。至於點樣去訂購呢？最緊要，一定要去到佢哋嘅官網。scroll 到去最底，只需要填寫一個 email 去訂閱翻佢哋啦 ，subscribe 佢哋啦，就會知道你嗰個訂購個日期喺嗰度公佈嘅。大約呢，我就聽到就係話1月20號左右啦。嗱，呢度大約嘅咋，記得係以牌子公佈嗰個為準嘅，即係訂閱咗收到佢哋嘅 email 嗰個為準。聽講佢哋會再做多400隻到，咁但係呢度就冇太講得太清楚，究竟係黑面定銀面啦。我推算就係銀面同黑面各200隻嘅，預計呢就會分3個階段發貨。嗱，最快呢1月尾都可以收到標噶啦，然後第2輪嘅話呢就2月尾，第3輪呢就3月中。錯過咗第一代嘅話呢，今次就真係唔好再錯過啦。希望有興趣嘅標迷都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去訂購啊！嗱，記得先 subscribe 咗 Kiwame Tokyo 先。咁啊，當然唔好忘記，亦都訂閱埋我哋 Watch Catalog 啦。再次多謝收睇嘅觀看，中意今集嘅介紹，記得 click 一 click like 呢個掣啊，同埋記得留言，最緊要留言。點解成日都要提大家去留言呢？係因為咁樣呢，可以令到 YouTube 嘅覺得呢呢條片嗰個反應啦，或者大家嘅互動量高呢，咁樣呢，佢就會推送呢條片，甚至乎推送成個 Watch Catalog 呢個 channel 呢，俾更加多、更加廣闊嘅受眾添。所以留言呢，其實係對我哋 content creator 最好嘅支持嚟嘅。如果你亦都有睇過第一集嘅介紹，而又睇咗今集嘅，都不妨話俾我知啊，等我開心一下。大家又覺得第2代嘅呢一隻點樣呢？中意唔中意一樣，歡迎大家留言嘅。我都可以好慶幸啦，睇住一個新嘅牌子，由我哋嘅介紹慢慢越做越大，希望好快就有第3隻嘅錶介紹俾大家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